中国网红罗永浩吐槽西贝预制菜引发的争论刷屏，72小时之内连发72条微博。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奋起反击，誓言起诉罗永浩，并开放后厨让消费者参观，证明餐厅没有使用预制菜。然而，罗永浩的吐槽却深深伤害了西贝，仅仅3天，营业额就蒸发了数百万，顾客损失一半。罗永浩引发预制菜舆论战之际，恰逢中共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即将向公众征求意见之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中共党媒官媒也加入战圈。市场预计，国家标准将使餐厅经营成本增加30%，这让中国餐饮业更是雪上加霜。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9月10号，罗永浩发布微博称，他和朋友吃了一顿西贝，几乎全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随后，西贝创始人 CEO 贾国龙表示，西贝门店没有一道是预制菜。9月11号晚上，贾国龙第一次站到聚光灯下，连用3个一定表明起诉罗永浩的决心。此后，罗永浩抛出10万元悬赏，并在直播间里持续质疑西贝，称其没有预制菜是100%撒谎。正当西贝预制菜引发公关灾难之际，中共卫健委主导的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刚好即将征求意见。市场预料，国家标准将让餐厅经营成本增加30%，这让本来就处于冬天的餐饮业更是雪上加霜。罗永浩在餐饮业脆弱的神经上扔石头，让西贝经历了最艰难的72小时，也让餐饮行业经历了饱受争议的72小时。据媒体统计，3天内，罗永浩共发布72条与西贝相关的微博。9月11号晚上，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愤怒已极，连用3个一定要起诉罗永浩。贾国龙说，他对我们的伤害很大，我们一定会起诉他，一定会起诉他。罗永浩立即接招，并抛出一张10万元的悬赏令，征集西贝使用预制菜的真凭实据。这条微博很快被大量转发，评论区里有人贴出照片，有人晒出个人经历，甚至有人上传了疑似西贝食材包装的图片，用红笔圈出堂食袋装、保质期字样，呼应罗永浩的质疑。罗永浩还在直播间里持续质疑西贝，说没有预制菜是100%撒谎。3天，仅仅3天，西贝的营业额就蒸发数百万元。贾国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9月10号和11号，西贝所有门店的日营业额各减少100万元，12号损失更多，预计会减少200万元至300万元。他说，这是西贝遇到的成立以来最大的外部危机，并坦言自己已经连续2个晚上没怎么睡。这是西贝首次明确披露经济损失规模。据媒体报道，9月13号，西贝北京最大的门店六里桥旗舰店5间等位桌数从正常周末的约140桌骤降至约37桌，降幅超过70%。危机第一次实实在在落到账本上，这也让同行们看到，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任何头部餐饮品牌都难以幸免。9月13号，行业大佬与头部品牌集体发声，巴奴毛肚火锅创始人杜忠斌、吉祥馄饨创始人张彪、珠光玉火锅联合创始人李阳等数十个餐饮品牌负责人、上百位从业者连夜发声，力挺西贝。此前，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也在抖音发文，任何事没有完美，感谢西贝、海底捞等品牌企业，可以让我找到相对放心、可口吃饭的地方。奇怪的是，到了9月13号凌晨，该条内容已被删除，这一前后变化同样引发热议。据官媒第一财经报道，中共卫健委主导的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已悄然通过专家审查，即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什么是预制菜？中共将再次以权威的身份一统饮食业江湖。
据一位参与起草的专家透露，草案对预制菜的分类、原料、加工工艺、贮存运输及检验方法做出了统一规定，并提出不添加防腐剂等强制性指标。13号晚，罗永浩发布微博称，太好了，万众期待。他表示，他的目的并不是打西贝或是贾老板，而是希望借此推动中国预制菜行业透明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他最后说，西贝的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要忙正事了，已经耽误了一些工作，感谢大家的关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极目新闻报道，9月14号，一名西贝员工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罗永浩是过气网红，不择手段博流量，可恶至极。视频内写道，一个网络流氓用流量霸凌企业家，啥都干不成，欺负人老实人第一名，一条网络恶狗而已。在视频配文中，博主称西贝是他干过的最有温度、有人情的企业。记者在博主社交账号主页看到，其简介为98年餐饮人，门店营销运营，在北京，在西贝300家实体店。在其近2年发布的400余个视频中，大多为博主身穿西贝工作服拍摄。最近的一段视频中，博主曾写自己是企业的营运督导。还有网民认为，罗永浩是带风向，不爱惜自己羽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挑动网友情绪，对一个干了20几年餐饮、养了近2万名员工的企业进行炮轰。所以只有那些没脑子的人才会被罗永浩带节奏，跟着瞎起哄。他说，吵架没有人能吵过罗永浩，包括俞敏洪、贾国龙，但公道自在人心，人在做，天在看，总有一天他会身败名裂。同一天，西贝创始人贾国龙也有表态截图流出，让罗永浩再次怒从心起，重启战端。据红星资本局报道，14号，贾国龙在某个行业群内的表态截图流出。贾国龙表示，我应对方式有错，改。做饭的围着吃饭的转，你说咋好就咋办。顾客虐我千百遍，我待顾客如初恋。西贝今后将打明牌，做一个透明的西贝，彻彻底底向胖东来学习。当天晚上10点半左右，罗永浩在交个朋友直播间直播时，谈到了贾国龙的上述表态截图。罗永浩说，他14号白天看到上述截图后不太当回事，觉得他有这个态度挺好，那他就改呗。结果当天晚上他才知道，贾国龙的截图还有后半部分，罗永浩是网络黑嘴，是网络黑社会，太坏了，但他打醒了我，算变相的帮西贝进步。罗永浩对后半部分截图非常不满，他在直播中斥责，这个人不是好坏的问题，他肯定是智力有问题。我5个人吃了15个菜，都是预制菜的味道，吃了个恶心，卖的又挺贵，所以我发微博抱怨了2句，他若不理我，我估计这事1天就过去了。结果他要带17000名员工和我这个网络黑嘴开干，说开放全国门店后厨。第2天，全国媒体都去他店里拍出了很多问题，全国都在嘲笑，他也慌了。今天他承认应对方式有错，写了这个，我以为挺好，没想到截图还有后半段。当天晚上10点40分，罗永浩又发布微博，我刚看到后面被截掉的一半了。好，贾国龙，那这件事我们没法接过去了，在中间再劝我的朋友，我们一律绝交吧。不曾想，罗永浩对预制菜的发难，引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官媒新华社和央视的帮腔。有评论认为，对预制菜发难的舆论战有些荒腔走板。无论是餐厅老板、网红，还有中共官媒，都在纠结预制菜不预制菜的，还试图给大家解释什么不是预制菜，这个那个的，这戏实在演得有点荒诞了。问题的实质是价格。消费者不傻，都知道预制菜在餐厅普遍存在，都知道那个出餐速度，甚至很多人自己做饭嫌麻烦，日常还天天电商上买预制菜呢。光是早茶已经被预制菜冲击得很厉害。
所以问题的本质不是预制菜，而是你都卖到这个价格了，值不值得？再说一遍，大家真正关心的不是预制不预制菜，而是这个东西卖到什么价格，到底值不值？就像蜜雪冰城为什么在舆论战几乎无敌？因为价格摆在那里，大家很清楚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每次同行打蜜雪冰城都打不赢，每次最后的效果都是给蜜雪冰城做广告，因为蜜雪的价格让人没法挑剔，都这个价格了还去斤斤计较，就属于没事儿找事儿了，智商正常的人都很难做到。蜜雪冰城的价格就是他们最大的护城河，凭着那个价格，什么柠檬隔夜啊，这个价格居然是真柠檬吗？价格真的到位，消费者觉得超值了，谁会跟你去掰扯概念？就西贝这个事情，如果西贝的价格比现在便宜，那么情况截然不同。便宜 30%， 骂声少一半；便宜 60%， 直接无人关心这件事，罗老师也不会挑刺挑到这家企业。便宜 90%， 罗老师要被网友冲烂，西贝会被捧上天。原理就这么简单，但他们一直避而不谈。能理解，毕竟涉及到企业的利润，这个理解不好谈。中国网民实在是幽默得很，是幽默到发黑的幽默。中共是中国毒食品、毒牛奶、毒饮料的根源，还假惺惺推出什么预制菜安全标准，实际上是给已经奄奄一息的餐饮业在脖子上又加了一条绳索。据二手厨房设备商安大维说，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每个月餐馆的倒闭率超过 10%， 在某些月份甚至高达 15%。 这意味着你经营一家餐饮店，每年的循环倒闭率超过 100%。 根据企业信息平台企查查数据，去年安大维和他的团队每个月平均拆除了200家倒闭的餐馆，比前一年增长了 270%。 在全国范围内，2024年注销的餐饮企业总数达到近300万家，写下历史新高。倒闭还是活下去，密码就是价格。一名已倒闭的北京面包店经理说，旁边的店卖的产品口味不如我们的好，但便宜10块钱，普通人基本都会买便宜的。他直言，大家手头都没钱，即使有，也不像以前那样愿意花了，因为赚钱太难了。作为中国知名的餐饮连锁名店，西贝不至于因一场预制菜风波倒闭，但中共所谓的预制菜食品安全标准一定会增加西贝们的成本，削减营收利润。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